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关于财政预算案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那么其实在10月13号呢，首相安华就在国会提成了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那么其中呢，有几个令企业界都非常的关注哦。那么其中就包括了 SST 从6%增加到8%。并且扩大到包括像是物流、经济、包销以及卡拉 OK 等等。那么非上市股票的资本利得税呢，它是在一个10%这样子的一个税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一份的财政预算案，也是安华的第二份 Madani 的财政预算案呢，究竟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惊喜还是惊吓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理财导师周志强周大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周大哥，欢迎你。早安。对，你说这份预算案呢，基本上没有惊喜，却有点惊吓啊！因为看不到政府的决心，特别是在重要的税务的改革上面，可能没有看到决心啊。为什么周大哥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其实我们时常有时候说，我们的评估是根据我们的期望，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新的团结政府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期望啦。因为我觉得团结政府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团结政府它并不是一个联盟的一个形式形成，它是以不同的一个联盟而形成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先天性他们有一个不足的，就是一个拟计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不足的拟计的一个力量，基本上如果你要走到更长远、更长久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决心，走出自己本身想要表达出你接下来的整个政线里面所要表达出来的整个的政策、整个的一个大方向。你只有走出清晰的、明确化，告诉民众你的清晰的路线的时候，你才会让民众更容易拟计不同的一个政线人进来。这是我的起点。所以当马达尼这个，我们讲马达尼其实是他第一份财报来的，去年其实还是延续，然后来做调整罢了，并不是他正式。所以当正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接下来如果他要进行改革，他就是在接下来的3到4年里面要进行改革。如果说这个财报就很重要了，这个财报就会决定了这到3、4年的整个政策的一个推行。所以如果一些关键的政策他要执行，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就去执行，不然的话他应该是接下来是更没有底气，或者是更没有这个决心，更没有这个动力了。因为我们要引起民心啊，特别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我们是要时间去进行，然后去证明给人民看的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我就会期待，从一开始我就相当期望它有类似 GST 的这个税务上的一个呈现。为什么要用 GST？ 当然它可以改名称。当你走 GST， 它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政策。然后你的税基，就是税基的意思，就是你的基础，你的 base 就会直接扩大。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全世界在应用也非常就是时效的一个方式。也在我们之前的首相拿接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我们就看到那个时效，就是那个税务肯定会增加，因为那个税基是扩大了，而且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方式，就是每个人就是用同样的一个税收去进行征税，然后商家本身又可以用就是更透明的一个方式去进行，而且在竞争的环境里面就也是大家相当的公平，因为同样的制度里面去进行。所以我原本的一个期望就是你可能刚开始可以走比较低，大概例子4%、5%，但是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愿意就是拿起这个担去执行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展现到这个政府打算非常有魄力的去推行应该做的事。但是周大哥，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其实 GST 它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税务嘛，但是在政治上面，可能他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执行，毕竟其实以前西蒙是最反对 GST 的嘛，那么再加上现在通货膨胀等等的民生问题，他们觉得说如果是这个 GST 实行的话，可能会又增加这些民生的这个负担哦。但是如果我们先抛开这些政治的这些先不看的话，我有看到一些的报道是说，其实安华他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的，就是说他有一个终极的一个终点，他想要做到的事情。那现在只是在路上 on the way， 就是慢慢一步一步。你认同这样子的看法吗？可能我要打岔一下，如果说他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或者他中间有一个，我想问你可以告诉我明确的吗？我所知道他的明确就是我们讲的马达尼政策，确实没有办法，因为也没有跟我们沟通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当你真的要执行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突破，其实你要更明确的
跟所有的人民讲，跟你所有的政治官员、政府领导人讲，为什么呢？这个你才可以贯彻你要完成的意志啊！如果你站在一个模糊的一个角度里面，那你要贯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我觉得那个除非是你有很大的一种阴谋的东西要去做，你才做这样子的动作，不然的话，在政治的一个角度里面，在这个推行经济的角度里面，我们其实要往这方向。我个人觉得其实2点，我个人一就是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如果是政府相信，我其实从他的概念里面其实要相信的，只要经济搞好，每个人的口袋增加了，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人们的信心就会回来。人们的信心回来过后，他就会淡化一些不应该去强调的东西，例如种族或者是一些宗教的一个事件，因为大家生活好了，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推行的叫多元文化，我们要捍卫的是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当我们要捍卫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在我们政策上，在我们的财政预算呢，我们有没有清楚的把这个顺序带出来？我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往这个角度去，让人民丰衣足食，让我们的国家的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啊！这个就是其实是我更加期待会出现的东西。所以我讲整体上就是因为我没有直接感受到这方面的决心，就是从他的概念到他要推行的一个部分，这个才是我才讲的。其实大致上的一个方向呢，我也感受到，虽然它是比较模糊，但是我觉得安华他想做的就是说，我先把治理的这个方面，他的大方向可能是希望说这个国家更正常的去治理，更合理的去治理，但是究竟它的终极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我觉得还是要跟我们更多的来沟通哦。那其实刚刚提到关于这个 SST 的这个税务的这个问题啊，征税的问题，你在你的这个脸书上面你说，这样子的做法对于商家还有消费者是会有一些影响的，甚至会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这一点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呢？这个是肯定很明显的。打一个例子，如果说今天你做生意的话，在某一些行业可能你一年的营业额过500千，你就要给 SST， 或者有一些生意过100万，你就要给 SST， 这样基本上就会形成某一些行业的人，你可能就要开始给 SST， 但是他的竞争对手，他可能真实是做少过500千，或者真实少过100万，这样他没有给，这个我觉得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是很多人可能就用奇巧的方式，用不同的一个方式去避开，就是符合给 SST。当你这种东西一形成的话，就2个：一对商家不公平，就是我们奉公守法的商家不公平；第二，基本上是政府基本上就会面对你又要去做很多的去追踪、去确定这个人家给 SC 这个东西，你变成你还有很多东西的这个细节要去做，这样你管理成本、追税成本也比较大。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样。来个例子，你在城市的话，一间餐馆1个月或者一间cafe或者一个使馆一个月一年做500千，很自然，因为他们的量就是这样大。OK， 但是对比一些比较郊外的，他们的这个地方，他们的量可能就比较小，当然他们经营成本就比较低。这样基本上你就在讲的就是什么？只要你是在城市生活的，你就即刻会感受到这 SC 实行过后的某一种的通货膨胀。那其实周大哥，你的建议是什么？你是认为说，如果是要 connect 的话，就是应该是所有的服务行业都应该要有 SST 吗？其实如果说你看GST 我们做6%，我们就引起民愤了。OK，现在你6到8%，你这8%不是更多吗？所以也就是说，只是这个民愤可能以前是很大的范围，现在是缩小在一些涉及到 SST 的这个部分的情况，但是它还是会构成这个民愤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个人觉得，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说它要相对比较公平的一个机制，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它应该就是说要扩大，刚才你讲的就扩大。就是可能你让所有的这个行业都有相关，所以你用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去执行这个 GST 这个感觉，这可以吗？可能我觉得你反而用这种方式尝试去做这个我觉得反而可以接受。OK， 但是因为 SS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double、triple 的这个双重、三重的这个税务，在有一些产品上，因为它从供应商，它从原料、生产到批发到什么，它有时候会有2、3环节的一个出现，所以就变成在有一些部分它就有重叠式，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政府如果扩大这个税务的基础过后然后如果他面对这个问题我反而觉得这个技术上他可以去想方设法去克服。虽然对比 GST 他没有这样理想，但是没有办法嘛，你在好的方向里面再去做这个调节，我觉得这个调节
我对我来讲应该要更适合的方式去做这个。好，我们来谈一下这个资本利得税的部分啊，周大哥。你认为说这个对于新创公司会造成伤害？其实那一天，其实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企业老板都非常的焦虑啊。我想周大哥你可能也会理解大家为什么焦虑。你觉得你会建议政府在现在实行了这个资本利得税之后，他已经公布了嘛？那你觉得他还可以做什么呢？基本上，我觉得资本利得税可能它要针对就是怎样的这个资本利得，就是说是不是已经是5年以上的公司，那你卖掉赚的钱，还是你要他必须要去就是设定这个条件啊，就是征收的一个部分。我先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不大认同这一件东西啊，我先讲这件东西先，因为我们知道创业这一回事或者搞公司这回事，成功的当然你看到他赚到这盆满地满，但是不成功呢，其实占更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走进创业这回事，你作为投资家或者创业家，基本上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风险了。这样巨大的风险换回巨大的回酬，特别是在资本的回酬，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机制。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设定资本这个得利税的话，你会造成就是有一些商家、有一些资本家要来投资的话，他会开始考量，当我投资了过后，我就会面对就是说我的这个 profit 啊会中 tax 嘛，我的这 capital gain 会中 tax， 这样他可能就会放慢他投资的这个速度，甚至也会造成一个我们叫做active 啊，就是积极性。本来我投一家公司，再转到另外一家，我这里赚了一些钱，我投进另外一家，我很自然的这个东西，因为我没有考量其他东西。但是现在如果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考量了。如果我动作太过频密，我是不是18%，我看上来我就会亏损很多。所以它基本上是会影响整个的资本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是还是最重要。我想要讲的就是，当政府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待的时候，当他真的要去实行的时候，他才来想讲把这个伤害减到最低，而且只是针对那些真正的有本事的，一直在赚这种或者赚这种差价的这种投资者啊，我觉得他应该往那个角度去研究啊，这种角度去研究是不是专针对就是只是2年投资就盈利的，或者是5年以上的这个他们要去思考这个东西。而且特别还有我们知道，现在我们鼓吹 ESG 的方向，我们鼓吹这些其他的方向，这些公司是最需要资本的。你是不是要在这些公司里面又要做 waiver 啊，就是 exemption 这些，就又要去思考。但是你一做这个，你可能又对一些产业不公平哦。所以你看到吗？当你去执行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这种不必要的问题又浮现出来。政府其实真正要赚钱的是什么？让更多人赚更多钱，政府是在税收方面赚更多的钱，让投资者进来，这个才是政府真正要去做的东西。而不是在一只瘦羊上面一直去刮它的羊毛啊！你要想办法把这只羊给养肥啊！对，其实基本上安华他就是希望说可以鼓励更多的家族办公室，也就是 family office 进来马来西亚。所以这个资本利得税是不是跟他之前的这个想法有一点矛盾？对了，这 family office 其中一个特点一般上就是他们在做 M&A。M&A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在管理他们家族的一个资产，所以管理家族的资产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进行就是包括私人界的一个投资各方面的东西，或者他们要整合上游下游各方面的这个方向。当你在实施这个的时候，你在某个角度不是对于很多 family office 啊，就是有家族一大堆资金，然后会想。我一定找一个比较 friendly 的地方去做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样我就可能就受限咯。虽然你讲这个我们叫做资本盈利税是没有针对个人啊，针对企业，但是你要知道，像这些 family office 肯定是属于机构这个公司嘛，它不属于个人嘛，这样子的情况。了解。现在所听到的一些的质疑是说，这个针对性的津贴它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对。那么现在只是有需要的人才派钱给他，但是究竟要怎么样子去执行，到底后面执行的到不到位，这也是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以目前你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观察，他们执政到现在，你自己个人觉得啦，说这个执行上面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呢？我们当然对团结政府的期望很高。其实我也是从理财的一个角度来讲，针对性津贴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我们要认真的去把这个节省下来，就是不应该给。打个例子，汽油津贴是占了所有津贴最高的，但是用最多汽油是谁？
是驾大车的人嘛，是更有能力的一个人嘛，所以你针对性这个部分来减低津贴 ，OK， 这个很好，这个方向我觉得应该去做。这样做了过后，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省下的钱是省多少钱，我们把这个钱拿来做什么作用？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打一个例子，我们讲我们针对性津贴里面减少了200亿，所以我把那200亿用在于 B40或者是被需要人身上，怎样去津贴它？你这样子把它连接起来，我们会比较容易的看到，就是说，政府事实是做了这个，他把这个的好处放在哪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还有一个是我稍微可能讲一讲，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讲，就是打贪这一回事。我们讲之前就是提到，就是我们的整个臃肿的政治啊、官僚啊，还有政治会有一些不大对的这种方式的进行。所以这个部分，当你讲你要进入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想在财政预算案里面有没有看到，就是因为我们做了政府，我们的行政开销，因为我的效率减低了18%，有吗？好像没有看到这样子，对不对？这样至少人家我们管理公司，你都会讲吗？我进来了过后，整个的我们的营运资本减低18%，对啊。这样我们在政府里面是不是有表现出这样子的东西呢？然后告诉我们，我省下18%，所以我拿来做什么东西？这个我们看上来也没有这个才是我所要讲的，就是当我们讲我们要省钱，我们要这个那个的时候，我个人会比较倾向，请给我更精准的方向。好，那么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关于这个新的税制可能会让我们这个通货膨胀加剧因为这个物价会再次的上涨那么现在看起来，如果我们真的是通货膨胀不可能会放缓的话，周大哥，你觉得从我们个人的层面也好，或者是从这个企业的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应该要采取什么样子的策略来应对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一些经济的挑战？所以基本上其实理财讲的都是很基本的道理，就是开源节流啦。所以当然第一点我们讲的就是精明消费，节流方面就是关键点就叫做精明消费。所以我觉得这个精明消费，当然很多人听起来感觉不舒服了，因为你要降低我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数字嘛，对不对？生活的一个数字。但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先掌握自己本身的消费的这个，以我们的能力去掌握我们的消费方式，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会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为什么？我们在我们能力里面控制我们的财务嘛，它不会制造成财务压力。所以精明消费这个是一个关键点。但是我认为更长远的，其实个人跟政府是一样的。其实我更关注的其实就是开源的那一块。开源的那一块为什么我要讲呢？今天所有的个人，你都要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赚钱的能力，我理财的能力，有没有比通货膨胀来得快一点？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的赚钱能力或者你的理财能力，就投资能力没有比通货膨胀来得快的话，基本上你肯定的就会让自己走进内卷。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东西，因为外面的消费，你同样的消费逐步在增加，但是你的收入没有增加，所以这个开源的一个重点就是问自己，我怎样持续不断让自己的收入获得一定的一个成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开源上，一个是能力的一个提升，所以赚钱的能力一定要想办法，又或者在没有办法底下做斜杠，我相信应该是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中产，特别是年轻夫妇或者是中年的这些夫妇都会面对这个问题，都会进入斜杠的这个环境里面，创造更多的一个财富，让自己过得相对比较舒服一点。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环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现在马来西亚人在投资理财里面有一点我觉得非常不成熟，就是在投资的一个部分。其中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我时常感叹的，就是马来西亚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所谓的 money game 或者快速致富，或者会有很多的骗局的一个出现。其中一个真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对于投资理财这个正统的比较专业、比较回归到基本面去做的这些角度里面没有这个认知，所以才会相信这么简单、这么粗暴的一种的投资模式其实它更多就是就是因为贪心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马来西亚现在所缺的。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如果你要突破这个现在你的这个理财上的一个挑战的话，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投资理财这一块，让自己掌握这一块里面，除了就是有投资的能力之外，另外一个有时候我讲，避免你容易掉入骗局里面是没错，另外一个角度。对，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呢，接下来的这种的经济挑战的话，是不是也是一样是要开源节流呢？这个我觉得企业的部分，这个肯定是开源节流是一个关键，就是
节流里面，我认为是这样子，企业的节流讲的就是你有没有精简，你有没有做的 efficiency， 就是你的效率跟你的这个效能，然后有没有产生最好的这个 output， 这个很重要。所以过去中小型企业总是就是觉得我可以生存就可以，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其实来到这个年代里面，效率是一个关键，就是你可以不可以生存。所以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做企业的朋友，你对于你整个营运的这个的支出，也就是说营运的这个效率要非常认真的去看待。当要认真的看待的时候，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一点的意见，就是你一定要用数码化的一个方式，你一定要用电子化的一个方式，你一定要把这些就是整个趋势带来的这个方式里面，你要善用这个趋势所带来现在的科技的东西，让你达到真正的优化你的内部。有了这个能力过后，我们才来讲开源。它是同步，但是这个基础必须要先做好，因为这个基础没有做好，就很像你的桶有一个漏洞的话，你就很难。所以你有了这个过后，开源，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开源是有风险的。你不管是你要开多一家店，不管你要走出去你的州属，不管你要跨过马来西亚，它都有风险。风险它就会有，它可能赚可能亏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把风险控制到最低。所以你只有把自己的内部做好，然后你再去想开源这件事情。而且开源也是要想，如果你的行业开源的行业又属于刚才我讲的是属于GSD 啦，这个数码化啦，这些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业啦，恭喜你。因为这个将会是朝阳的这个行业，我们的政府的budget也是很明显的在告诉我们，他们也投入了很多的这个在预算里面协助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对，所以变成说数码化、自动化、电子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说。那么如果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呢？你觉得说，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政府也要去思考开源，还有这个节流哦。现在看到很多都是在节流的部分，你会建议政府要如何开源？其实这个真的我有一点感受，是因为这次我们听财政预算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感觉上借富济贫是一个论调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我不是说不能，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上来就是在原有的蛋糕里面想要去把这个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我们就要去分配原有的蛋糕，而并不是想要把蛋糕做大。我觉得把蛋糕做大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开源的部分很重要。但对我来讲，现在我们看到我们首相真的像 super salesman， 就是超级这个销售推销人员，他真的去到很多国家，很多的生意回来。所以我在这次财政预算案里面，其实讲老实，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样我们拿了很多 sales， 这个是要等于明年会为我们的整个国家的税收或者整个国家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进步，我很像没有明确看到。我举一个例子，以前当时我们讲我们要推动旅游年，在旅游年将会吸引多500亿进来马来西亚。我听到我500亿，因为我们推动旅游，但是我在这一块他有做，可能这一块我没有清楚，可能我不知道Isaac有没有听到。我感觉也是没有听到。我们听到的状况是，可能在这个国家的推广上面，其实没有放太多的预算在国际推广。对，这个是我们听到的消息。对，或者就是外国的资金多少，就是你有确定明年我有信心1000亿流进来，2000亿流进来。扩展这个2000亿流进来过会造成我们多少的一个税收？在明年里面，在未来5年里面产生多少的经济的效益？其实我更想要的听到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要讲的其实就是政府的开源吸引投资者来绝对是好的。我们有更多的人在这里设厂，这个才是最实际帮助开源的。因为更多人设厂，就有更多人，打个例子设厂 Tesla 来设厂，就有更多人可以拿到更高的这个薪水的一个可能性。这样当有更多人拿到更高的薪水，他们就可以更有能力消费。对不对？所以这个叫良性的一个循环。但是现在我们感觉上就是有在这个方向，这个我觉得我们有在这个方向，但是在明确化这个部分，可能还有待政府可能再给我们明确的这个。对，我觉得明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可能我们也要再来观察到说，安华比如说到中国去，他号称拿了多少亿的这个投资，多少百亿的投资回来，那我们就看明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我们没有多一点的钱可以花啊。那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公开跟透明啦。我觉得其实每一年的财政预算案呢，它似乎都是很公开、很透明的告诉我们说政府要怎么花钱，整个的财政预算它细部的如何去花费的这个部分，你觉得是不是更应该要再
更透明一些呢？对，我觉得这个透明有2个，就是我们只是数据上的一个透明，就告诉你我怎样花，它可以是很笼统的给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说，我们首相说我们要给政府公务员津贴这回事，但是我们有没有说政府公务员占了马来西亚的这个预算案里面占了多少%？这次好像没有特别强调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真是认真去看待的话，我们发现马来西亚公务员是全世界里面最高，跟人民比例是最高的一个国家。然后政府公务员的这个支出，包括退休的这些人士的支出，也占了政府的财政预算非常大的一个 portion。所以我要讲的是，当你的数据可以透明化的意思是什么？我现在面对着这个公民这个公务员臃肿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接下来你们要怎样把这个臃肿的状态，把没有效率变成有效率啊？如果你给我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我想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给我看到我的国家的领导是有方向的，是有策略的，是有政策的，他也知道对症下药是在哪里这个情况。是另外一个可能我只是补充，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审计师其实每一年都有在做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讲真正的这个透视的话，或者就是清楚，其实审计师的报告当然是其中一个是最好，我们了解政府的整个的一个支出，但是我想要的就是它更为年界。我们一直在讲效率嘛，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在财政预算案里面也更多的把它所做的、所提供的一些东西跟效率是挂钩的，跟这个产能啊，我们的产能叫 output 啊，是挂钩了。这样我觉得它就变成了是一个引领人民往前看的一份财政预算案这样子的情况。您会怎么样子建议说，如果你有一个机会跟安华碰面的话，你有机会跟他谈话，你会怎么建议他说，在未来在制定财政预算案，或者是在接下来执行的方面，你会给他一些怎么样子的建议呢？如果我自己个人是这样子，因为我时常接触是大众嘛。我接触的大众里面很明显的 M40跟中小型企业是最多的。我想要告诉他的就是，你能否在你接下来的所有的政策的一个执行里面，或者所有推行里面，你只要思考，我现在做了这个，我怎么样帮助 M40，你们收入会越来越好这个角度，因为我的这个政策你会越来越好。第二，因为我的政策，你们中小型企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竞争能力。我将会做一些什么东西，就是通过我现在已经宣布里面，我将去执行到位，让这个东西完成这个东西。我觉得当有这个顺序清楚带出来的时候，像我比较接触这2个的这2个的群体，我觉得就完全不同。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我很像就是安华到底是它很像有，可是怎么样呢？我中小型企业，我的转型在哪里呢？我的进步在哪里？我赚钱的可能性是在哪里？我感觉上就是还不够。我是希望他可以很明确的去带领这一些 ，OK， 而且刚才我讲的也是我们关键经济体的2大关键。经济体的这个群体啊，对，一定要来就是辅佐我们的中小型企业，而且让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不只是在马来西亚发展，要如何帮助我们的中小型企业能够出到海外去，能够在国外赚外汇回来给我们。我觉得这个也是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在关注的课题。对，那也希望说政府可以听到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也可以听到我们这一集的声音哦。我相信，因为这是很多的 M40，还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型企业的一些心声。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周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自由时事是 BFN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CAIGIN.my BFN 的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自由时事，自由聊时事，让你做出正确决策。